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鸭子我们该怎样去做才好吃还不腥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——客家紫姜焖鸭。这样做出来的鸭子真的是超级的好吃，既下酒又特别的下饭。重要的是做起来也非常简单的，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在家里轻松操作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半个新鲜的鸭子，我今天选用的是我们客家地区新鲜的一个麻鸭。接下来我们先把鸭子给它初步的加工处理一下，先把鸭皮上残留的一个鸭毛拔除干净。把鸭的表皮处理干净以后，接下来再把鸭子的腹腔给它清理一下，把里面的鸭肺、喉管还有一些板油全部的挖出来去掉不要。我们将鸭子初步的处理好后，接下来控干水分捞出来，然后再重新的往里面添加满清水，继续的给它清理一下，用手将鸭子腹腔里面的血水全部的清理下来。因为血水它是比较腥的，所以务必的清理一下。我们将鸭子给它里里外外的都清洗一下，给它清洗干净。把鸭子完全的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控干水分捞出来。下一步进行改刀处理，用刀把鸭子给它改刀切成均匀大小的小块，但是也不需要切得太小，因为做熟以后鸭子会缩水的。砍成小块以后，先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这道菜的辅料，适量的新鲜的紫姜。所谓的紫姜就是非常嫩的生姜，在这个季节是比较常见的一款食材。紫姜它吃起来没有渣的，而且辣味轻，一般可以作为炒着吃，或者作为腌制的酸姜。我们把紫姜给它清洗干净以后，再改刀切成薄片，但是也不需要切得太薄，大概厚度0.3公分左右就可以了。把紫姜全部的改刀切好后，接着先给它装在碗里面备用。紧接着我们再准备3个长线椒，把它去掉辣椒把以后，再给它改刀切成小段。然后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小米椒，同样的给它改刀切成小段。如果家里人不喜欢吃辣的话，可以少放一点，或者是不放。最后再准备几颗大蒜，把大蒜根部去掉不要，如果比较大颗的话，给它对半切开就可以了。将大蒜处理好后，接着先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先来准备个酱料，小碗中添加1小块的南乳，再往里面添加1勺南乳汁，再添加大半勺的柱侯酱，然后再用勺子将南乳压碎，把酱料给它搅拌一下，给它搅拌均匀。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开始正式的操作。首先把锅烧热以后，不需要放油，然后直接的把鸭子给它放进锅里面，先把鸭子用锅铲摊开，给它煎制一下。在这里需要注意，新鲜的鸭子它是不需要焯水的，我们直接的用铁锅先给它煎制一下，再煸炒，把鸭子中的水分还有油脂煸炒出来。我们给它持续的翻炒3-5分钟，把鸭子炒香，炒出多余的油脂。经过这样子的处理过后，可以去除鸭子自带的一些腥膻味，让鸭子吃起来更加的香，也更加的好吃。我们将鸭子煸炒出油脂，给它炒香以后，接着先给它盛出来备用。而煸炒出来的多余鸭油，因为太腥了就不要了。而接下来再重新起锅，添加少许的花生油、下翘的蒜粒，还有紫姜，开小火给它翻炒一下。先把大蒜和紫姜煸炒出香味。等到炒香以后，再将煸炒过的鸭子重新回锅，然后再开大火给它快速的翻炒几下，把它翻炒均匀。
我们给它持续的翻炒1分钟左右，先把所有的食材翻炒出香味。等到炒香以后，再把刚提前准备好的酱料添加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给它翻炒一下，把它翻炒均匀，把里面的酱料炒出酱香味。经过这样子的操作以后，那么做出来的鸭子就会特别的香了。全部炒香以后，下一步我们再往里面添加1大罐的啤酒，啤酒的量刚好和鸭子持平就可以了。我们在炖鸭子的时候添加一些啤酒，可以软化鸭子的肉质，让鸭子吃起来更加的香嫩，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去腥增香。下一步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鸡精，还有少许的白糖提鲜，盐就少放一点，因为本身前面的酱料有一定的盐分了。最后再往里面添加一点点的蚝油，还有少许的生抽。等到汤水煮开以后，我们再扣上盖子，用中火给它焖煮，大概15分钟左右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给它焖煮15分钟以后，打开盖子来看一下，哇！一打开盖子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真的是老香了。现在锅中的汤汁还有些许，下一步我们将火候调至大火，把汤汁收至浓稠。把汤汁收浓以后，下一步再把切好的青红辣椒添加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给它翻炒一下，把青红辣椒翻炒至成熟，翻炒至断生。最后在出锅之前，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芝麻香油增香，再继续的开大火给它翻炒几下，把它翻炒均匀，给它炒出锅气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这味道闻起来真的是超级的有食欲，看着也真香啊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好吃的客家紫姜烧鸭就已经做好了。按照我这方法烧出来的鸭子，吃起来香嫩入味，而且一点的腥味都没有。这道菜既下酒又非常的下饭，比啤酒鸭还有更加的好吃。如果您平常也爱吃鸭子的，那么这道菜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